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以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经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我没关系，要相信努力能改变结局。为了你，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。我会陪你到底，一起看着天晴，我和你。休息时间又到了，刚我们看到呢，这个陈建先生有爱的鼓励之后啊，似乎是恢复了元气，他会被呢再接再厉，赢到这辆轿车送给女朋友呢？我们继续的看下去。哎，你72小时没吃饭，你不要吗？我喝水就好，谢谢。哦，好。你干嘛不吃饭？你不饿吗？刚才很饿，现在不饿了。所以你意思说看到我反胃喽？不，我的意思是食欲打折。吃这个吧。信拿啦。这是我吃过最甜的巧克力，所以你承认你是我的女朋友？赢了再打算。我一定会赢的。看啦，不舒服就不要硬撑嘛，放弃吧。怎么可以放弃？我都坚持了72小时了。这辆车，你准备开回家吧。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，我要看 Dr. Jim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医生叫 Dr. Chong。哦，对，Dr. Chong。麻烦你帮我登记。你让我插队可以吗？我很急嘞。Sorry， 今天不行，预约都满了。满了，这样多人神经病的。哇，看来现在的人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哦。下个星期3有空档，你要约吗？我等不及了，麻烦你帮忙好不好？ Sorry， 今天真的不行。我白天哦，
我吃不下，晚上我又睡不着，我耳朵这里一直有人在旁边哦，一直跟我讲话，那我的胸口这里一直乒乓乒乓乒乓这样，一直捶我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病人都有这种状况，不过他们也都需要排队。我跟他们不一样的，我的真的很严重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你不要激动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别激动，我马上帮你预约，让个医生先看你好不好？别好看，医生。袁女士，你很不舒服吗？我怀疑我自己神经病。怎么说呢？不开心的时候比开心多。我白天吃不下，肚子又很饿，晚上我又睡不着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在房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就走到窗口，就想不开。Dr. Jim， 你说我是不是病得很重？我不是 Dr. Jim， 我是 Dr. Chang。哦 ，sorry， 我又忘了 ，Dr. Chang 啊 ，sorry 啊。还有其他的症状吗？白天都吃不下，没什么吃东西，但是又会发胖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阿君，我是不是无药可救？我不是 Jim。你的英文名字不是 Jim 吗？你不要假啦，你不要骗我啊！我没理由骗你的。对啊，你骗我做什么？水啊！我喝水。没有水了。我请我助理进来。哎，不要！我只相信医生、懂的，我不相信你的助理。麻烦你帮我拿水。Thank you. Sorry.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？你的手机，我有强迫症，我每样东西呢都要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。我也是。你的水。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。你不是来看医生的吧？我就跟你开门见山，为什么你一直不认自己是阿君？我真的不是 Jim。你不是君，为什么一直跟着一个女人叫钟可恩？她上了救护车，你也在；人家去了医院，你也在，还鬼鬼祟祟不敢露面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再 act blur 了，人家躺在病床上，你还去摸他的头发，我都看到了。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这么亲密？我的位置。哎，我是特地为你而来的。既然你喜欢人家，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去追她吗？积极一点。你是医生呢，你喜欢的女人破坏人家的家庭啊，你应该阻止她才对嘛。你以为我很喜欢来找你啊？我是关心我女儿。
就是因为那只狐狸精啊，我女儿才会被她的老公抛弃的。你这样暗恋人家，你不会痛苦的吗？淑慧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知道我女儿叫淑慧啊？你认识她的？哎呦，那更好啊！我们一起合作，我帮你追那只狐狸精。阿芳，你出去吧，我真的有很多病人在外面等我的。进入第76个小时，我们的2位参赛者仍然在坚持着。哇，他们的体力跟意志力实在是非常的惊人。哎，陈建，撑着点，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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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陈建，阿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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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是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的车呢？车子不见了，被人引走了。哎呦，啊，大痛，当然痛啦，嘴巴肿到啊，像 hot dog 一样啊！来，帮你搓一搓。你自己来了，自己来了。干嘛？婉玲呢？我也应该猜到了啦，他一定很失望，答应他的有没有做到？我都撑到最后了，真的很没用。不要理我啊，让我饿死算了。你不要我理你啊？那好啊，我走了。婉玲，你没走啊？你还煮面给我吃啊？我只会煮泡面，你嫌弃的话，我拿去倒。你煮什么我都吃。哎呀，你吃慢点啦，小心你的香肠嘴啊！谢谢。对不起，干嘛？本来说要赢那辆车给你的，可是我却输了。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，谁知道你当真啊？你随便说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，你说的一字一句，我都印在脑海里的。笨蛋！收。另外一只手啦。不要一直看着我。我控制不住吗？你继续吃啊，我要走了。喂。
哎，王令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遵守对你的承诺，没有赢那辆车给你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努力赚钱买给你。你没有驾照，我愿意做你的司机。你要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我只希望你给我多一次机会，让我继续为你做牛做马，做我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。喂，我送你啊。喂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想赢名车的参赛者吗？是啊。我有看你的节目嘞，最后晕倒的吗？用这种烂招数追女孩子，真是老土死了！还要撑到最后才输掉，丢脸呢！哎，安迪，你说谁丢脸了哈？哦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他所说的女朋友吗？是又怎样哈？我就是那个喜欢他土里土气的女朋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说一下都不可以吗？很了不起吗？神经病！这管这么多干什么啊？这么厉害，你去比赛啊！你刚刚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，那你承不承认？不承认就拉倒。哎，要，当然要！我每天做梦都在想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对你很好的，只会让你笑，不会让你哭。没想到你不止老土，还肉麻。那要看对谁吗？那你打算一直站在这边吗？我凭他的事。不用了啦，我自己走。Everything's rosy when I'm with you. It's true. No matter what you do, your smile it makes the sunshine bright. 齐婉玲，今天起我是你的人了。What can I say? You make a lovely day. 不错啊，基本功都学会了。看来我可以帮你办工作准证了。真的啊？你真的打算聘请我？你记得我说过你要报读技术学院吗？记得，我收入稳定后，我一定会报读的。谢谢你，甘姐夫，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啊！可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我说那个很肯学的年轻人，也是我岳母的干儿子陈健。他是啊，不用介绍了，久闻大名啦。见过吗？啊，见过，草原上。你过来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你看，那个月亮灯，我做了一些小修改，你给我一些意见。加了这些点缀，好像更丰富了。怎么样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可以先去买材料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工了。好啊。对了，工作室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办事你放心。拿到钥匙了。开工吧。时间不逆转，平凡
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烦恼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顺时钟定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。谢谢。总会有办法，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没关系。你累了？嗯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要，我们难得有机会独处，我不想那么早回去。傻瓜。不如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。可是只有……不准你接电话。这么晚了会是谁啊？哎，陈健，你来干什么？干姐夫，我听炳叔说你们在赶工，所以我过来偷师的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灯明明亮着，电话又不接，还好我有敲门。哇！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哇，太厉害了！哇塞！没有打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打扰。好，那就好。我买了一点宵夜。可恩姐啊，饿了吧？看姐夫啊，以后你赶工这回事你叫我嘛，保证你们不会饿着，更不会饿着可恩姐呢。好。洪哲，你要去送货吗？是啊我跟你一起去，顺便去吃午餐。啊，恐怕不行啊，之后我还要赶去机场。那我陪你一起去，反正去机场也可以吃午餐。哎，不用，干姐夫都没有去旅行了，现在去接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也不行啊。我陪你一起去接他们吧。哎，喂，吴小姐啊，不，周小姐，干姐夫开的不是大卡车，是小货车，一家6口外加行李，正好，多你一个，恐怕不行哎。可恩，我看我是来不及回来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吃午餐好吗？好啊，小心开车。看正店了。好。哎呀，一家人始终是一家人啊，而有些人呢，始终是外人。想耍一些心机，在我跟姐夫心目当中留下一定的位置。别做梦了。星星灯啊，星星灯，你始终是我干姐夫和干姐姐的最爱。而那个月亮灯呢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复制品罢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干姐夫没有告诉你吗？这个星星灯是他跟我干姐姐的定情信物啊。哎，你不知道也不奇怪啦，因为这个星星灯一直在干姐夫心目当中呢是无价的，多少钱都不卖的。所以我还是劝你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吧。嘿，哎呀，玩得开心了。开心。马德，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啊，腰酸背痛啊。哎，趁着下班时间没到啊，赶快开车，要不然困在车笼里就麻烦了。好啊。不用劳烦你，我自己来啊。你拿走你的东西就可以了啊。反正我们不顺路，
什么不顺路？我们不是要送淑慧回去的吗？我都说了啊，送她回去很不顺路的，又会塞车。他的还有这么大件东西要载，我们的车啊只能载5个人，6个人啊就太挤了。挤一挤有什么关系？塞车就塞车，反正我们又不赶时间。我累了，我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反正现在这里有地铁，很方便啊！啊，这么大的人啊，难道你还怕他失踪啊？我们大家一起出来玩，当然要一起回去吗？好的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先送你们回去，再送淑慧回去，一样的。不用那么麻烦啦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子聪，衣服。淑慧，啊，钟明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你怎么会来的？我是来接你飞机的。Hello， 安哥安弟，我是钟明啊，是洪哲当兵的朋友。哦，难怪那么面善，原来你们是朋友啊。我也是淑慧的朋友。这么好的朋友啊，还特地来接你的飞机。他是我的老板，非常关照我，是一个好人。其实是淑慧跟我说，她买了手信给我，所以我就怕给人家抢了，我就马上来接她。他很幽默的这个人。我的车在这边，你的呢？我在那边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是这个吗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又麻烦你了。别这么说。不要走。好了，明天再回家看你们好不好？我要今天。哎，子聪、子涵，来，宝咪还要去上班的，改天再见哈，改天再见。好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安哥弟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终于到家了。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老公，那个出钱出力的 X 大嫂哎，没趁着机会跟你回来。人家有医生开名车到机场接她，哪里还会跟我们回来呢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大嫂有新男朋友？妈咪为什么跟别人的车走？问你阿公喽，我们的车子明明够位置，他就是不让他坐。洪哲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开口留他？Yati, bring the 2 kids upstairs. 就送来。哦，妈，先坐下。哥哥，大嫂是不是真的有新男朋友啊？什么都不懂，不要乱说。哎呀，就是什么都不懂才要问吗？洪哲啊，我们都已经说好要一起去日本的，都快要上飞机了，有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啊？一接到电话马上就跑掉。哦，当时可恩哮喘病发作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那现在好了吗？没事了，已经出院了。可恩已经住进医院了，哪里还有心情跟你去玩？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应该丢下我们不管吗？你知道子聪跟子涵他们有多么的失望吗？屁话！小孩子3两下就没事了，后来不能玩得多开心呐、只有你那个淑慧她失望而已嘛。洪哲啊，那个管淑慧再回来啊，你也不能要她。之前你跟那个可恩在一起，她就又哭又闹又上吊啊，说什么最爱这个家，最爱你啊，屁话！现在有钱人开名车来接她，马上跟人家走啊。法德，你想太多了。淑慧在钟明的诊所上班，他们只是同事，她来接淑慧很正常啊。就是啊，他也只是来载淑慧，你不要想太多啦。法德，马德，如果你们这么想知道的话，下次淑慧来的时候，你们自己问她吧。我去洗澡。你的礼物，那给你。谢谢你。那 ，Thank you。诊所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车很贵吧？做么？你想买啊？去买喽。哎呀，我没有兴趣啦。我是对驾车的那个男人有兴趣。他是谁啊？
他在追你啊？哎呦，可是有没有看到他样子，长什么样的？你神经啊！他是我老板，是心理医生。你有空的时候应该跟他聊一聊。你老板亲自送你回来啊？那肯定对你有兴趣啦。他只是热心，跑去 airport 接我，还跑去 airport 接你。那洪哲看到有没有什么反应 ？Sorry 啊，我没有 feel 到。你没有 feel 到，他有没有吃醋啊？他连日本都不想去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走了。就是没有想到那个女人有这一招。算了啦，这一趟可以跟孩子们好好相处已经够了，其他的顺其自然。嘴巴是这样讲，心里呢，肯定不是这样想。累死了，懒得跟你说。好好休息吧。Daddy， 以前妈咪都跟我们一起回家，为什么今天他跟那个安哥走？那个安哥是你妈咪的朋友啊？啊，所以那个安哥就是妈咪的男朋友？不是，其实那个安哥是一个医生，你妈咪现在在他的诊所上班。其实那个安哥也是你爹地当兵时的好朋友啊。你喜欢骗人，我不相信你。爹地什么时候骗你了？你答应跟我们一起去日本，结果你骗我们。那是因为可恩阿姨生病了，爹地要留下来照顾她。爹地答应你，以后一定跟你们去。勾勾手。勾不勾？哇，这么漂亮的手环，谁买的？妈咪买的。我们没有忘记你，你也有一个。你有一个，姐姐有一个，阿公阿妈也有，所以你也要带着，不可以拿下来哦。好好，不拿下来。Daddy, we are happy family.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子聪啊，爹地问你啊，这个可恩阿姨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她不是我们的 family。如果爹地说以后爹地会跟可恩阿姨结婚，让她当你们的新妈咪，你会不会把她当 family？我已经有妈咪了，为什么要有新妈咪？妈咪是妈咪，阿姨是阿姨，我不要阿姨做新妈咪。还没睡啊？好了好了，睡觉吧，拜拜。Good night。哎呀，星星灯啊，星星灯，说穿了，你才是干姐姐和干姐夫爱的结晶品啊！那个什么月亮灯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复制品而已。哎呀，干姐姐从日本帮我买的幸运手环，真的蛮精致的哦。哎，你的，哎呀，原谅我啊，记性不好，我忘记你没有。不过好像干姐夫有一个，也是干姐姐帮他买的，他的手环的名字叫好像爱情手环。你回来啦？干姐夫，谢谢啊。哎，只买了2杯，给你了。啊，不用了，楠楠。哎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没见你带过。子聪帮我带上的。子聪啊？可是看起来好像很不搭哦。会吗？觉得还可以啊，颜色也不错。我不喝了。哎，可恩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浪费干姐夫一片心意啊！干嘛今天来这里吃？今天有 promotion 啊？我想带你来试试这里的干烧虾，而且我还约了洪哲，他说他迟点到，我们面这边等他。啊，这样我走了。坐下来，就当这是平常吃饭一样就可以了，不要想太多。你不是说过要放下吗？要放下就不能永远躲着，
等哪一天你把他当成是朋友一样看待的话，那你真的是放下了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呀。你担心什么？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尴尬的。可是你不觉得3个人在一起吃饭怪怪的吗？哈？我看是你心里有鬼才对呢。你才有鬼啊！我有拜拜的。嗨，哎，你到了，时间刚刚好，菜刚刚才上。你找我出来是有事要谈吗？找你出来是要原因的吗？那倒不是，你大医生贵人事忙，平时哪有机会跟你一起吃午饭？谁说的？你可以问淑慧，她每天吃饭是谁陪她一起吃的？好，为了证明你是冤枉我的，那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叫你一起，好不好？那都不用。吃吧，菜都凉了，啊？好。哎，你是有带这个啊？子聪帮我带的，他说你帮每个人都买了一份，是吧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带。谢谢。虾子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把，你自己吃啊。我不小心弄脏你的手嘛。这个汤很好喝的。你回来啦！我买了午餐给你吃。我以为你没这么早回来，我跟钟明吃饭去了。钟明？对啊，还有淑慧。为什么没有叫我？我见你走得这么匆忙，我以为你约了人。害我还担心你会肚子饿，特地去打包给你吃。没想到你竟然去跟别人约会。是钟明临时约的。临时约的，为什么会有淑慧？我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淑慧也在的。她现在在钟明的诊所上班，一起吃个午饭很正常啊。不知道是谁说最近要忙着中秋节的 presentation， 想要打包回来省时间，结果呢自己跑出去跟别人吃午餐了。生气啦 ？Sorry。我才没那么小气呢。管淑慧，启宏哲是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的。月亮灯已经7、7、8、8了，今天再赶工的话就9、9、10、10，一定赶得上平均。但愿。虽然今年赶不及报名，可是我们可以明年再来过。
有1年的时间准备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。算了，这么努力，到了最后，结果还是一样失败。也许我真的应该安分守己。都老大不小了，还谈什么梦想？你千万别这么想，这次的失败不是你的责任，是意外。况且，我们虽然赶不上中秋节的比赛，可是我们还有圣诞节的比拼啊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只是一家灯饰店的老板，凭什么跟人家一起竞标圣诞节装饰？洪哲，只要我们坚持，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可恩，其实你不用留在我身边帮我创业。你这么有才华，少了我，你的事业可以走得更远。我没事的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下。我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失望。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也很心疼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喂，水不要钱了，都要流到大西洋了，你洗手洗澡啊？哎，手怎么了？参赛不成，不开心想自杀？哎，我还没讲完，我只是要你下次闹自杀之前的提早通知我，我去邻国放鞭炮。CCTV 没有拍到有人走进去，那东西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坏掉呢？那如果有人故意潜进去，动机又是什么？干嘛？你看啊，大门的锁完好无损，也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，很明显这个人不是从大门进去的。再看月亮灯，除了月亮灯之外，其他的东西完好无损，说明什么？凶手是冲着月亮灯去的。这两个人啊，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把灯设计出来，没有理由自己搞破坏啊，对他没有好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没有那么笨。那你有在工作室找到什么线索吗？没有。有工作室的钥匙吗？开灯，开灯，开了啊！好，来，你。哇，那个人跟这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啊？你也觉得是人为的吧？当然是人为的啦，没有一片是完整的，不可能是自己甩过的吧？可惜呀，可惜，我连遗照都没帮你拍啊！干姐夫就惨喽，花了那么多心血，最后连悼念的机会都没有啊！哎，以后呢，只能在灯饰店看看星星灯，然后睹物思灯喽。什么星星灯啊？啊？这个你们不是说是月亮灯吗？我之前跟你提过的，他们是有关联的。这个星星灯啊，是干姐夫送给干姐姐的定情信物，而这个月亮灯呢，是狐狸精抄星星灯做出来的山寨版。用情敌的定情信物设计成自己的爱情结晶品。这狐狸精真变态啊！简直是不要脸啊！我跟你说，而且啊，这个定情信物这件事情没有很多人知道，我猜狐狸精也不知道。要不是我机智英勇，我那时候……等一下，你说没有很多人知道，那你怎么知道？秉叔啊，他是我们灯饰店的八卦情报站，又是我师傅，你到时候你想听的、不想听的都能听见。等一下。
谢啊。时间不逆转，平凡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烦恼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。